他求娶我时说，只要他为帝，我便是不可动摇的皇后。我柳家父兄征战沙场，流尽血汗，总算将他送上皇位。可他登基之后的第2年，便废了我的后位，还以莫须有的罪名灭了我柳家满门，只为将他所谓的白月光封为新后。皇后娘娘亲眼看着至亲之人，身首异处的感觉如何？苏月穿着绣了彩凤的正红色华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头上的凤冠让她看起来更加高贵美艳，和她平常清纯的模样有着天壤之别。当初那双看起来楚楚可怜的眼睛，现在却满是嘲笑。我挨了40大板，没有药物治疗，破烂的衣服粘在伤口上，又疼又痒，实在没有力气再和她斗了。我有气无力地说到：苏月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本宫虽然厌恶你，但本宫没有害死你的皇儿。苏月半蹲着，用手捏住我的下巴，得意地说道：我当然知道啊，我就是等你走后才进去捂死他的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除了震惊，更多的是惊吓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啊？有毒不食子，你竟然为了后位能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？他才刚满月啊！苏月放开了捏着我下巴的手，满不在乎道：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可不像你生不出孩子，用他扳倒你后，将来再生一个便是。我声嘶力竭地叫道：毒妇，陛下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我一个公道。可苏月一脚踩在我的脸上，公道你以为陛下在乎吗？他早就厌恶你了。本宫和陛下一见钟情，许诺终生，要不是你，本宫才该是他的正妻。本宫现在虽贵为皇后，却终究是继后，就算你死也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每每看到你和陛下出双入对，看到他对你嘘寒问暖，我都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。你甚至还哄骗的陛下说要把我的第一个孩子过继给你，既然这个孩子要给你，那我不如直接把他捂死送你一程。你以为陛下为什么会选你为正妻？还不是因为你父亲是镇国将军，手里有10万兵权。他说他压根就不喜欢你，看着你身上的伤口都恶心。听着苏月的话，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。胡说我为陛下挡下明枪暗箭，登基前夕废太子发动兵变，是我给他挡下致命一击。兄长在外镇守边关，父亲战死沙场，我不信陛下对我如此无情。苏月突然大笑起来，你为他生死一线的时候，他正与我缠绵悱恻。柳云，你真可怜，现在还活在梦里呢。还有一件大事得告诉你，你兄长屡次顶撞，生意申诉你的冤情，反被我父亲搜出了谋反的证据。陛下大怒，柳家嫡系男丁一律斩首示众，女眷为奴。我想想，对了，今天就是行刑的日子，瞧着这个时辰应该已经押上了刑场，让本宫这就带你出去，看着你父兄家人人头落地怎么样？要不说本宫人善呢，这么恨你还要让你在临死前跟家人见上最后一面。我听闻噩耗，直接气晕过去。苏月起身，立刻就有几个太监将我装进了宫中收集粪水的粪桶。等我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在菜市口。我看着高台上跪着的那一群人，里面有我亲爱的老父亲，我的大哥弟弟，甚至还未满3岁的侄儿。我想大喊，可是嘴巴被堵住；我想挣扎，可是绑得死死的。一块令牌落下，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人头落地，那一抹鲜红喷出1丈远，接着是我的大哥弟弟侄儿们。我悲痛欲绝，却强撑着不晕厥，眼睁睁地看着父兄侄儿们人头落地。怎么样，我的前皇后娘娘？那一滩鲜红的血跟着除夕的欢愉，是不是很搭配？苏月，你这个毒妇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好啊，你快变成厉鬼吧！哈哈哈！苏月起身，几个太监把毒酒强行灌入了我的嘴中。毒酒真烈呀，我只觉得腹中如同刀绞，但是我紧咬牙关，连哼都没有哼一声。苏月眼看我没有求饶，明显失望了，他不顾皇后仪态，大声尖叫：你为什么不求饶？我给你喝的是最烈最痛苦的毒酒，你为什么不求饶？你为什么不痛得满地打滚？在苏月失望的咆哮之中，我闭上了眼睛。负心汉皇帝为了他的白月光，过河拆桥，将推他上位的我满门抄斩。回到悲剧开端，我眼底的柔情已死，只剩淬毒的锋芒，要将那负心人和他的白月光撕成碎片。娘娘娘娘，日上3竿了，快醒醒！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看清眼前之人时，心中却是万般愁绪。巧儿是巧儿，我前世最忠心的宫女，后来为了护我，她被苏月的人活活削成了人棍，装在满是药水的坛子里，折磨了半个多月才死去。死的时候坛子里已经爬满了蛆虫。娘娘您这是怎么了？巧儿焦急地问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只觉得无比熟悉，这不是凤阳宫吗？刚刚巧儿还叫我娘娘，难道我重生了？我起身下床，走向梳妆台，拿起一支簪子，将簪尖用力抵住手指，直到感到刺痛，指尖流出鲜血才作罢。啊，娘娘您这是做什么？巧儿一直跟在我身后，见簪子将我的手刺出血，心疼不已，小声劝道：奴婢知道陛下才登基，您封后还没1个月，他就封了一个皇贵妃，娘娘心里不快，但也不能糟践自己啊。巧儿一边说着，一边用丝帕给我轻擦指尖的血，吹一下就不疼了。这温热的鲜血和切实的痛感告诉我，不是幻觉也不是梦，我真的重生了。这一世我还是嫁给了陈培生，而且他已经登基为帝，纳了苏月进宫。他当时直接将苏月封为了皇贵妃，我心中不悦，和他赌气。他却说因为我当初为他挡下毒箭时受了重伤，再难有孕，但一国皇后膝下无子实在不妥。苏家是书香世家，苏月也性情温和有礼，我瞧着很满意。按照苏月的性格，就算孩子过继给你，他
她也不会极度惹事。苏家门第不上不下，哪里比得上柳家？他们肯定也不会多言。不过这种让人家母子分别的事情确实不地道。陈培生便将皇贵妃的位置许给苏月，也算是补偿。现在想想陈培生的话，他怕是早就预谋好的，不过想先稳住我罢了。宫女们伺候我梳洗完毕，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只觉恍如隔世。娘娘个宫请安的嫔妃已经到了，只是巧儿欲言又止。怎么了？祥瑞宫的皇贵妃说她身子不适，怕把病气过给娘娘，便没来请安。我理了一下发髻，淡淡开口：无妨，不见她更好，免得影响我心情。这2天苏月都没出现在我面前，陈培生也没来宫里。听宫人说是皇贵妃身子不适，皇上担心，所以连着2日都留宿在祥瑞宫，还陪皇贵妃日日散步，好不恩爱。看我伤心，娘娘，要不咱们去御花园散散步吧？前世我或许还会因为这些小事伤心难过，但现在无所谓了。我摇摇头，然后瞧了一圈殿中的小宫女们，挑中了一个肤如凝脂、面若桃花的丫头，上前来，我对这个小宫女招招手。小宫女不安地走到我跟前，参见皇后娘娘。我挑起她的下巴，小宫女眼中含泪，模样更是我见犹怜。我问道叫什么名字？小宫女怯生生地回到春月，你别怕，本宫看你生得不错，宫中像你这样的小美人应该不多。我顿了顿，想不想伺候皇上？春月许是被我这番话吓到了，立马向我磕头，能伺候皇后娘娘就已经是奴婢前世修来的福分了，奴婢不敢想其他的事情。我轻轻拍着春月的背，安抚道：你真的甘心一辈子在宫里当差，被人呼来喝去，谨小慎微，若是一不留神惹了哪位贵人，可就小命不保了。本宫瞧你不过也才16、17岁，宫女24岁出宫，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还有7、8年呢。听了这番话，小宫女才敢抬头看我，眼中的惊喜一闪而过。奴婢愿听娘娘吩咐。小宫女下去之后，巧儿很是不解，娘娘，您真要把她献给皇上？为什么？我瞧着小宫女离开的背影，缓缓道：巧儿，这里是皇宫，她是帝王，后宫不可能只有我一个，我要做的是稳坐后位，保住家族荣耀。至于嫔妃，随便她喜欢谁。巧儿看着我一脸不可置信，娘娘您不爱陛下了吗？我轻轻弹了一下巧儿的脑袋，爱是什么东西，能吃吗？负心汉皇帝为了他的白月光，过河拆桥，将推他上位的我满门抄斩。为了复仇，我亲手将美女送到负心汉皇帝的身边，我要让他沉迷美色不能自拔。几天后，皇上身边的公公传来消息，晚些时候皇上会过来。我早早派人将春月打扮了一番，选了一件淡粉色的琉璃仙裙，衬得她肤色更加雪白透亮，一双眼睛清纯如秋水，灵动似露。将春月打扮好后，我便静静地等着陈培生的到来。要是可以，我真想一包砒霜毒死这个负心汉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真的一刻钟都不想和他待在一起。夜色慢慢降临，太监尖细的声音从凤阳宫外传来：皇上驾到！我立马带着宫人们到门外等候。参见皇上。陈培生过来将我扶起，牵起我的手就往殿内走去。这些日子朕忙没来看你是朕不对，忙着哄你的皇贵妃苏月吧。我轻声说道：皇上为国为民日理万机，臣妾岂敢怪罪？我性子大大咧咧，就算嫁给了陈培生，也很少有这样轻声细语、温温柔柔的时候。陈培生看了我一眼，满意道：现在做了皇后，性子也收了不少，不错。我神神秘秘地对陈培生说道：臣妾给皇上寻了一宝物。说着，我将陈培生往后殿引去。月光之下，一粉衣女子随风而舞，头上的配饰随着舞步发出悦耳铃声，如同伴奏。女子脸戴面纱，看不清容颜，但舞姿曼妙，勾人心魂。陈培生慢慢走向那女子，见皇上过来，女子停下舞步，俯身行礼：春月参见皇上。陈培生轻轻摘下春月的面纱，一张清水出芙蓉的脸出现在面前。好好好，陈培生连说了3个好，看着我笑到皇后费心了。皇上喜欢便好，连着好几天陈培生都和春月缠绵悱恻，还给他赐了封号月美人。陈培生薄情自私又贪恋美色，不管是苏月还是春月，或者新纳入宫的妃嫔，他在意的只有样貌。前世我怕他留恋美色荒废朝政，选嫔妃时都是先按家世，再来才学为人身材样貌，导致入宫的妃嫔少有能胜过苏月姿色的。因为这样的选妃方式，陈培生很是不满。他说既然都做了帝王，天下都在他的手中，为何不能享受享受？什么叫他的天下？这天下是万民的天下。这下好啊，他喜欢美人，我就多给他送美人，不止春月，他要多少我就送多少，让他纠缠于后宫美色，这反而更方便我行事。想起我中案件之后，陈培生说过将来我可以领养一个孩子，现在陈培生没有儿子，只有公主。我来到专门照顾公主的书香院，失去娘亲或者生母位分太低，不能亲自管教的小公主们都在这个园子里。陈培生有3女，一个是在东宫时王美人的女儿，登基之后王美人变生成了王嫔，公主自然可以养在她的膝下；一个是陈培生一夜情之后婢女生下的女儿，那个婢女虽得了位分，但也不高，她的女子养在这个园内。还有一个便是萧氏的孩子，她本是宁国侯的庶女，被送到东宫做妾生子时难产而死，连带着那个孩子也被人不喜，说是妖孽转世，一出生就克死生母。我走进园内，管事嬷嬷见到我连忙迎上来，参见皇后娘娘，不知娘娘来此可有何吩咐？我瞧了一眼远处蹲在地上玩泥巴的小女孩，
指了指那是。老嬷嬷回头看了一眼，回娘娘是慧云公主，慧云正是萧氏的女儿。我转头吩咐乔儿把她带过来。老嬷嬷问道：娘娘这是？皇上口谕让本宫抚养一子，本宫瞧着那小女孩很是满意，就将她带到凤阳宫抚养吧。这老嬷嬷有些犹豫，毕竟是公主，娘娘只有口谕。我提高了音量，怎么？本宫贵为皇后，想抚养一个公主都不行？若你不信陛下有此口谕，便前去问她。老嬷嬷立马下跪施誓，一切全凭皇后娘娘做主。我带走慧云，一方面降低陈培生对于柳家的防范，告诉他我心思不在朝堂上，也没想着带一个皇子傍身；一方面也是想要激起他对我的2分愧疚之心，博一点好感。只要他来我宫里看见这孩子，就会想起我为什么要领养他，我为他付出的事，能有2份愧疚也行。负心汉皇帝的白月光想要给我穿小鞋，不料我反手就让他被负心汉皇帝训斥。这边我刚带慧云回宫，还没坐一会儿，苏月的大宫女就来拜访了，说是苏月办了一个赏月诗会，邀请我一同参加。刚到祥瑞宫外，就听见了里面传来的笑声。我走到正门口，苏月看到我，连忙笑脸相迎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她身后的嫔妃也跟着跪了下去。起来吧。苏月起身后笑着说道：皇后娘娘来的这样迟，妹妹差点就以为娘娘是不愿意来我这里呢。我看了一眼苏月的大宫女，又看了一眼苏月，怎么？你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？还是说你有什么地方惹到我了？苏月一愣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自是没有。我走到主位上坐下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既然没有，那就不要总说这样模棱两可的话，叫别人听了还以为我有多不待见你呢。苏月连忙跪下，赔不是事实，是臣妾言辞不得当，还望皇后娘娘赎罪。瞧着她这副小可怜的样子，就像我真把她怎么着了似的。这时陈培生正好从外面进来，看着跪在地上委委屈屈的苏月和坐在主位上一脸严肃的我，陈培生第一反应就是我欺负了他的苏月，连忙将苏月护在身后。朕前段时间还夸皇后贤良淑德，今天就跑到别人宫里来作威作福了，不就是装可怜吗？谁不会啊？我垂下眼眸，一颗泪珠划过脸颊，我泪眼汪汪的抬头看向陈培生。臣妾一收到妹妹说要办赏月宴的消息后，换了衣服就急急赶来了，生怕晚一点。可进门妹妹却说臣妾来迟了，还疑心臣妾对她有看法，都是宫中同为姐妹。听了妹妹这话，臣妾心里实在委屈，便多说了2句，没想到妹妹就跪地请罪了。臣妾以为定是妹妹的宫女传旨不当，才出了这样的误会。我从来没在陈培生面前哭过，就算以前被利剑深深刺进手臂里，我也没在他面前流过一滴泪。我害怕他担心，现在回想真是可笑，他怎么会担心我呢？他怕只担心我死了没法给柳家交代吧。陈培生第一次见我哭，一时也有点意外，是朕话说重了。他转头看向苏月，你派何人去凤阳宫传的话？苏月结结巴巴到我的大宫女青纱，站在一边的青纱吓得连忙跪地，他总不能说是自家主子，让他晚些去凤阳宫的吧？青纱只能磕头求饶，奴婢知错了。奴婢忙准备赏月宴的东西，忘了时辰去请皇后娘娘，奴婢有罪。陈培生不耐烦地看了一眼，拖下去打20大板。苏月不敢求情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青纱被带走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是算计，这样的目光我太熟悉了。当年他为我端来毒酒时便是如此。苏月倒了一杯茶水向我走来，还请皇后娘娘勿怪，都是自家姐妹，本宫怎么会生妹妹的气？后宫一片和睦，陈培生很是满意。苏月又倒了一杯茶水，这杯臣妾恭喜娘娘，喜得一女。一女。陈培生有些惊讶，看着我，你不是你哪里来的孩子？怎么皇上不知道吗？苏月有些震惊地捂着嘴巴继续说道，臣妾听说姐姐今天是带着皇上的口谕去要人的，难道皇上今日并没有给娘娘传什么口谕？这苏月后面无非就是想说我假传圣旨，这罪过我可担不起。陈培生看我的眼神已经有了几分寒霜，我小声抽噎着说道，臣妾确实收养了3公主慧云，可皇上您曾经是答应过臣妾的，您说我不能有孩子了，所以将来可以从其他宫妃那里抱养。臣妾今日路过书香院，瞧着慧云公主很是欢喜，便想要领养回宫做臣妾的孩子。说着我哭得更加难以自已。陈培生心虚的不敢看我，一个公主你想养便养吧，多谢皇上。我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谢恩，然后有看向苏月，略带疑惑的问道，话说妹妹是如何得知皇上有无给我口谕的？而且我今日才把慧云带回宫，连皇上都还来不及禀报，妹妹又是如何得知的？莫非妹妹占着有皇上的恩宠，时刻监听皇上和本宫的一言一行，意图不轨？陈培生看苏月的眼神从怜悯变成了审视。后宫嫔妃告状小打小闹这种事情，陈培生是不会放在心上的，不过一旦牵扯到皇权，那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苏月额头上冒出了冷汗，立马下跪，拉着陈培生的衣服，可怜兮兮道，臣妾没有，臣妾真的没有。只是听皇后宫里的婢女说，皇后领养了3公主，还说传的是的皇上您的口谕，所以臣妾才多留心了1、2。我冷冷地看着苏月，这么说，你在我宫里安插了眼线？不，臣妾没有。陈培生甩开了苏月牵他衣袖的手，皇贵妃你逾越了，说罢拂袖而去。留在这里看戏的那些宫妃也纷纷告退了。看着坐在地上流泪的苏月，我也心情愉悦地离开了。还是得先收拾一下我宫里的内奸，今天跟随我到书香院的宫人不多，
多。我让巧儿暗地里查看了他们今日当差的时辰做了核实，发现有个叫福宝的小太监，在我领回慧云之后，本该去打扫后殿的，却突然说肚子不适出去了好一会儿。晚上我平退了下人，让巧儿偷偷将福宝叫来凤阳宫的偏殿。福宝一进门就急忙跪在地上，透过烛光我看见他身子正在微微发抖，看来是猜到了我为什么要单独唤他前来。我就这样看着他，空气安静的诡异，只有树上的知了声断断续续。福宝终于忍不住了，朝我一个劲的磕头，声音止不住的颤抖。皇后娘娘饶命，求娘娘饶命，奴才都是被皇贵妃胁迫的，是她逼奴才做凤阳宫的眼线，将您的一言一行暗中汇报给她。只要娘娘能饶了奴才一命，奴才一定为娘娘当牛做马。我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，低头看着瑟瑟发抖的福宝。福宝啊，皇贵妃有没有告诉过你暗线暴露之后的下场呢？福宝整个身子都匍匐到了地上。奴才，我轻笑出声，语气变得温和了许多。你不用那么害怕，本宫虽脾气有些火爆，但也不是什么活阎王。你刚刚说要给本宫当牛做马，那皇贵妃那边应该不用我教你如何做了吧？说话间，我扶起了福宝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继续道：本宫是皇后，身后是手握10万兵权的镇国将军府，皇贵妃父亲不过是个3品礼部侍郎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如何抉择。而且你宫外的亲人能不能好好活着，可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巧儿看着福宝离开的背影，问道：娘娘她可信吗？我笑了笑，皇贵妃能许诺她的不过就是些金银珠宝，本宫手里攥着的是她一家老小的性命。料理好福宝之后，为了防止苏月起疑心，我第2天一早就随便找了个借口，处置了一个昨天随我前去书香院的工人，将那工人调去了慎刑司，让苏月以为我回宫之后确实找了戏做，只不过找错了。我让福宝还是像往常一样，将我的一举一动如实禀报给他。后来听说苏月脱簪请罪，连着在陈培生的寝殿门前跪了4天，陈培生才心软见他。我翻看着宫中的账本，苏月毕竟也是陈培生以前的白月光，不可能就因为这件事失宠的。巧儿找一瓶活血化瘀的药膏给皇贵妃送去，用了4天也不知膝盖肿成什么样了。这表面功夫还是得做好的。怎么说我也是一国之后，怎么能给宫妃一般见识？巧儿走后不久，太医院传来消息，月美人怀孕了，这是皇上登基之后的第1个孩子，是贵子，可马虎不得。得到消息之后，我立马前往皇上的紫宸殿，告诉了他这个喜讯。陈培生膝下无子，只有3女，要是月美人能生下皇子，那可是皇长子。我提议将月美人进位为月嫔，让她能安心养胎。福宝也将这个消息和我的提议悄悄地告诉了苏。什么春月不过是一个宫女出身，皇后竟给她求了一个嫔位，简直罔顾礼仪。苏月阴沉的眼神让人不敢直视。福宝低下头，战战巍巍回道似的。苏月想了想，月嫔身怀龙嗣，本宫也该给她送些补养品，都是义工姐妹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这样吧，过2日你替本宫端一碗滋补汤过去。福宝有些震惊，可奴才是皇后宫中的人，如何能给娘娘去送汤药？苏月笑着抓了一把金叶子，递给福宝，示意他接着。先前的阴沉的眼神早就一扫而空，语气也变得温声细语。前些日子本宫和月嫔闹了些不愉快，直接叫本宫的宫女去，月嫔怕是不会待见，她是皇后宫里出来的，皇后还给她求了这么大一个恩典，皇后于她是有恩情的。你身为皇后宫里的人，她肯定也不会为难你，到时候你再替本宫多美言几句，缓和一下我们姐妹之间的关系，后宫安宁，皇上才能安心啊。你放心，赏赐本宫是绝对不会少了你的。福宝心满意足地接过金叶子，谢娘娘，娘娘的吩咐，奴才一定给您办妥。出了祥瑞宫，福宝便把苏月的话全都告诉了我，和苏月说的倒是冠冕堂皇，其实不就是想把福宝当做替死鬼吗？顺便再把我拉下水，他怎么能让一个宫女出身的妃嫔先生下陈培生登基之后的第1个孩子呢？正好来个将计就计。午后我正在翻看宫中的账本，算着开销细目，巧儿从门外进来，脸色有些难看。娘娘，皇上让您去一趟月嫔的藏香阁，听说月嫔的胎没了。我合上账本，看来我们的皇贵妃出手了啊。巧儿有些担心，奴婢听说皇上大发雷霆，娘娘我们的这步棋能行吗？我轻声安慰巧儿，别怕，等会儿看你娘娘如何大杀四方。才到藏香阁门口，就听到了陈培生带着怒气的声音，皇后为何还不来？我进门之后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福宝和瘫在床上脸色惨白的春月，这是怎么了？陈培生指着案桌上的碗，皇后，这是你派人送给月嫔的滋补汤药。我还没开口，福宝就马上接话解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管皇后娘娘的事，这汤是皇贵妃让奴才送的，还说是想和月嫔缓和关系。福宝的话还没说完，苏月就带着哭腔说道，你是皇后宫里的人，本宫怎么能使唤得了你？说罢又转头可怜兮兮地看着陈培生，他一下就跪在地上，倾斜着身子靠在陈培生的膝旁。皇上，臣妾着实冤枉啊，皇贵妃明明是你。福宝还想解释，苏月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在一起次堵住了福宝的话。皇上，这明显就是皇后设下的局，害了月嫔的胎，还想构陷给臣妾12鸟。听了苏月的话，陈培生看向我的目光透露出了凶狠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将我就地正法。我一脸疑惑的看向娇娇弱弱的苏月，本宫要害月嫔的孩子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苏月指着那碗滋补汤药，今日月嫔就是喝了你宫人送来的汤药才见红，皇上也派人搜了宫人的住所，找到了药方，经太医核实正是烙子汤。陈培生也补充了一句，皇后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我笑了笑，既然说不清，那我就承认啊，臣妾确实让人送来了汤药，月嫔是从臣妾宫里出去的人，她有了身孕，臣妾送碗汤药给她滋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苏月见我承认，从陈培生身旁站起来，看了
了一眼春月满眼的怜惜，皇后娘娘，你给月嫔送补药没有问题，可您不该心生嫉妒给她送烙子汤啊。我指了指那碗汤药，不是还剩下一点药渣吗？让太医验一验，便可知道本宫说的是否属实。苏月看着气定神闲的我，心中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，转过头刚想对陈培生说些什么，陈培生已经对外吩咐道，传朕的贴身太医验汤。太医查验了一番回道，皇上这确实只是普通的滋补汤药。什么面对事实，苏月和陈培生都难以置信，他们的戏也演够了，该我反击了。说来也是奇怪，从本宫进门开始，皇贵妃你就一口咬定是本宫的这碗汤药害了月嫔。皇贵妃你怎么如此确定？还这要巧又搜出了药方，难道这药方本来就是你的？你藏着烙子汤的药方是打算做什么呢？苏月跪在地上慌忙解释，不是的，臣妾皇上你是知道臣妾的，臣妾怎么可能做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？美人落泪楚楚可怜。陈培生扶起苏月安慰道，朕知道月儿定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这画面我看着想吐，我转头看向月嫔窗前的盆栽，还是月嫔宫里的花开的艳丽，凑近闻了闻，妹妹这是什么杜鹃花这么香？见我在那里赏花，陈培生不满说道，皇后心可真大，后宫嫔妃没了子嗣，你还能如此怡然自得？臣妾从没见过开得这么茂盛还带着奇香的杜鹃花，不免有些好奇。春月看了看杜鹃说道，臣妾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这盆花的。听春月这么说，我招来太医，这花香闻着腻人，太医你看看。太医摘下一朵花闻了一下，又凑近花盆捏起一撮泥土闻了闻着，这土里有麝香啊。什么？春月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，看了一眼杜鹃花，哭着说道，皇上您一定要给臣妾主持公道啊。我满眼心疼地看向春月，这盆杜鹃就放在窗前，风一吹就把味道传到了屋内，月嫔长久闻着麝香能不滑胎吗？陈培生眉头微皱，这件事就交给皇后全权负责，定要找出幕后之人。我俯身回道时，这2日我细细盘查了藏香阁的工人和花房工匠，找到了给春月送杜鹃花的工人，他是皇贵妃宫里一个小太监的远房亲戚。花匠只说那个小太监给了他一个香包，小太监说里面是养花的肥料，他便埋到了杜鹃花里。他一个花匠那里知道什么麝香？我将收到的证据和香包交给了陈培生，香包里面虽然没有香料了，但麝香的味道还有残留。凤阳宫内，小太监跪在地上不敢看陈培生，苏月也跪在一旁泪眼汪汪。陈培生将香包扔在太监面前，你可知这是何物？小太监摇摇头，声音颤抖地回道，奴才不知。我将物证人证一一摆在小太监的面前，他看了一眼苏月，说了一句，都是奴才一人所为，便咬舌自尽了。苏月一直跪在地上一言不发，他的脸色惨白。虽然小太监没有攀污他，但一个小小的太监怎么敢去害皇上的嫔妃？哪里有钱能买到麝香这样的东西？要是说后面没有苏月的助力，谁会信？抢在陈培生发话之前，苏月立马请罪道，都是臣妾管教工人不妥害了月嫔，臣妾愿自请禁闭宫中3月，降为贵妃，扣除半年月银。眼下的形势对他很是不利，他倒是反应快，自请认罪，却只认了一个管教不严，毒害皇嗣是一点不说啊。看苏月都自请降位了，陈培生眼中的怒气也在一点一点消散。不过这毕竟是他的第一个孩子，不处罚苏月实在说不过去。苏月走前冷冷地眼了我一眼，我对他礼貌地笑了笑。晚上我来到了祥瑞宫，苏月听见脚步声，下意识说到皇上，结果看到是我，一下就没好脸色了。皇后娘娘是来看臣妾笑话的，您诬陷人的手段可真高明。我看着他只觉得好笑，诬陷？难道贵妃妹妹你没有给月嫔送过烙子汤吗？苏月指着我，你换了烙子汤，孩子根本不是我害死的，什么花盆里的麝香本就与我无关，是你收买了我宫里的小太监，让他污蔑我。我坐到椅子上，看着他花容失色的样子，只觉得心情愉悦，反问道，那你为何不让陛下细查？是怕陛下查到你私自从宫外购买麝香、红花这些伤胎之物吗？到时候你可就更加脱不了干系了。是你存了害人的心思，这可怨不得我。苏月突然笑道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为了陷害我，还不是害了月嫔的孩子和那个小太监？我凑近他小声道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再厉害的麝香怎么可能才几天就能让月嫔滑胎呢？苏月震惊地看向我，我继续道，因为那胎本来就是假的，而且你能收买福宝，我怎么就不能收买你宫里的人呢？那小太监虽然死了，可他的家里人得到的钱财够这辈子的荣华富贵了。苏月往后退了退，你和他一同算计我，你好歹毒的心思。我看着他白忙活一场，反而把自己搭进去的惨样，只觉得好笑过奖了。这还不及你当年对本宫的1/1000。不久后，祥瑞宫传出消息，贵妃已经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。陈培生很是高兴，当时就解了苏月的禁足，还说等生下皇嗣就重新封为皇贵妃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巧儿有些担忧，娘娘贵妃怀了身孕，你前些日子还刺激了她，她将来定会想办法报复的。本宫就怕她不敢报复呢，因为苏月怀孕重获圣宠，又有孕在身，她的父亲从礼部侍郎升到了礼部尚书，连带着家里的嫡亲兄弟也升了官，一时间苏家可谓是春风得意，成了不少大臣巴结的对象。苏家如日中天，也开始霸道起来，打压忠良，目中无人，更甚者欺压百姓。可皇上却整日沉迷在后宫的温柔乡里，完全不管朝堂上的歪风邪气，也不枉我给他找了那么多美人拴住他。趁着朝堂上对苏家的反抗声越来越大，我让巧儿出宫去采办物件，传出消息，如今贵妃欺压皇
皇后目中无人，甚至多次诬陷皇后。堂堂一国之母被欺辱，朝中看苏家不顺眼的人纷纷上书，贵妃诬陷皇后藐视皇家，按律当罚。上朝也在弹劾议论苏家，把陈培生吵得头大。花园内，苏月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臣妾和父亲的一片忠心，竟被群臣非议，许是皇上恩宠太过碍了别人的眼，皇上还是处罚臣妾吧。”陈培生安慰道：“朕知道你们的忠心，这事拖一拖也就淡下去了。”苏月擦着眼泪，不过说来也怪，为什么他们突然都在替皇后说话？难道是皇后在背后挑动朝局？他敢看着陈培生和苏月，我实在不想上前，但总不能听他们继续揣测我吧？给皇上请安。陈培生看着我没有什么好脸色。最近朝堂上的事，皇后可有耳闻？不少朝臣为皇后说话，皇后你怎么看？我委屈到朝堂之事，臣妾怎么知晓？想来他们许是想在陛下面前露脸罢了，臣妾不过是他们的由头。陈培生俯视着我，那皇后对朕是否真的心有怨念，或者妄图挑动朝政？我流下眼泪，苏月装，我就不会装了吗？臣妾哪里懂朝政之事，在臣妾心中能依靠的只有皇上您，臣妾兄长也常年在外，哪里像贵妃妹妹命好，既有皇上的宠爱，又身怀龙嗣，父亲也能在殿前帮村。可本宫的父亲见我把火势引到了他身上，苏月赶紧解释，臣妾对皇上一片忠心，臣妾的父亲也是一心为了皇上。陈培生扶我，好了，别哭了，朕知道你们都是朕的好宫妃。看着陈培生搂着苏月离开的背影，巧儿忍不住说到：“皇上真偏心。”我笑了笑，我们的皇上疑心重，苏家想要皇上对他们彻底放心，便会不断巴结皇上，但这样的做派定会得罪更多忠良之人。巧儿有些疑惑，娘娘什么意思？后宫里面斗到了一个苏月，还会有更多的新人，斗一辈子有什么意思？朝堂和民间反对苏家的呼声越来越高，陈培生却依旧每日留恋于后宫的美色之中，才没有心思管这些舆论。见陈培生不管，苏月的父亲苏清也更加大胆了，完全就把自己当成了国丈。我尽心尽力做好皇后的本分，这几个月和苏月也一直相安无事。眼看着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终于不负众望的生下了陈培生的第一个皇子。这和前世一样，苏月生下了皇子，皇上重新封了苏月为皇贵妃，苏父也升到了右相的位置。苏家在朝堂上更加嚣张了，仿佛这个孩子就是将来的太子。苏氏的一家独大和陈培生的不作为，民间的怨气越来越大，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反抗。陈培生正在后花园看着舞蹈，听着仙乐，这美好的画面突然被一个声音打破：“皇上不好了，守在长山的王将军造反了，他手握重兵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说要杀了。”前来汇报的斥候看了一眼，坐在陈培生旁边的苏月继续说道：“杀了妖妃苏月和奸臣苏清，沿途不断有势力加入，已经快攻到王城了。”苏月大惊失色，陈培生也一脸怒气，他转头看向我：“皇后，你兄长有10万大军，为何不阻拦王聪？”我连忙跪地：“皇上兄长远在嘉庆关，怎么能未卜先知，知道能人谋反呢？就算他是快马回京，带着大队人马也要半月才能抵达皇城啊！”苏月一个常年养在深闺中的女子，晚点宫斗还行，可那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，她吓得花容失色，在一旁不敢说话。陈培生扶起我：“皇后，你当年随父出征，用兵入神，朕相信你这次定也能解此困局。当年父亲也曾夸我，若不是女子，定也能再成为一代名将。可惜这世上还没有女子为将的先例，我也只能出嫁为妇，终生困在这四方天地中。当年我要是出去搏一番天地，会不会另有一番风光？不可现在想这些都不可能。”我对陈培生深情款款地说道：“臣妾定会守住皇上的皇城，等到援兵到来，可臣妾手中无兵，只能请皇上将调用皇城的军队的兵符赐予臣妾了。”陈培生看我要兵符，有些犹豫，兵符这难不成皇上要去我王将军的营帐内走一圈说服他？陈培生思考了片刻，还是让人拿来了兵符交给我：“皇后希望你不要辜负朕对你们柳家的信任，多谢陛下。”几日后我受了一身伤，对陈培生说道：“皇上叛军攻势太过猛烈，臣妾实在难以抵挡。不过臣妾在城东打出了缺口，已经派人请求邻近的成兵支援了。”陈培生难以置信：“什么？为什么会守不住？要是援兵不到，叛军就攻进皇城，如何是好？”不过片刻之后，他又过来牵起了我的手，声音是我许久没有听过的柔情：“不过朕相信皇后，皇后你才是朕最信任之人。”陈培生的虚情假意让我恶心，他不过就是想我拼死护住他的狗命罢了。我虚弱地说道：“要是援兵迟迟不来，那可就危险了。皇上，臣妾这就让禁卫军送您出城。要是路上能遇到援军，我们还可以里应外合。”陈培生没有犹豫正合朕意，他深情款款地看向我：“那就有劳皇后了，你放心，朕一定会带援兵赶到的。”半夜，陈培生便带着苏月和苏家人在2000禁卫军的护送下出了城。这时有人来报说，王聪的军队正在往这边赶，2000人带着实在太过招摇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先带1000人马赶紧离开。我对陈培生说道：“皇上，你快走，等我先抵挡住叛军，再让后面的禁军跟上您。”听到叛军杀来，陈培生吓得赶紧带人逃跑，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我当真凉薄。其实叛军并没来，不过是一个幌子，就是想先让他少带一些禁卫军罢了。我转头对身边的巧说道：“陛下逃走的消息不用封锁，最好是让宫里和宫外的人都知道，你派人去把这个消息传开。娘娘为何不封锁消息？”我看着陈培生逃跑的方向，一个放国而逃的君王，你说他将来
来还会有人拥戴吗？而且他逃的那个方向根本没有什么援兵。可是皇上逃跑的消息一旦传开，人心惶惶，皇城更加难守，那就死里求生。果然放出了陈培生逃跑的消息后，虽然城内乱作一团，但他也被众多群众谩骂，而我却赢得不少美名。次日天刚亮，我便从城东出城，孤身前往了王将军的营帐。亮明身份之后，我被带到了王聪面前。将军，皇上已经带着苏月和苏家人从城东离开了。王聪拍案而起，什么？我眼神落寞，本宫为他们抵御外敌，生死一线，他们却连夜逃走，放满城百姓于不顾。这样的人何能当得起帝王之位？本宫知道将军为何而反。苏清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打压武将，克扣军粮，将士们在外保家卫国，却食不果腹，实在让人心寒。皇上对此也是不闻不问，这才更加助长了苏家的气焰。本宫的父亲和将军是故交，本宫也是将门之女，将军的苦楚本宫都知道，您要求的也不过就是个公道。王聪神色缓和了许多，将士们背井离乡抵抗匈奴，苏家还克扣兵饷，塞外本就条件艰苦，寒冬腊月时，我的将士们有的满手冻疮，有的高烧不退，病死冻死的都有。我定要杀了苏清，为那些无故枉死的将士讨一个说法。我安抚着王聪的情绪，将军，可您想过结果吗？您逼皇上杀死了苏家，那您呢？你的家人呢？皇上会轻易放过吗？听说您的儿子才给您添了孙子，您舍得他们跟您一起死吗？王聪愣了愣，可事已至此，还有何回旋的余地？我平静地开口道：苏家残害百姓，目无王法，是该杀。皇上无德无能，听信谗言，也不配做一国之君。你想杀皇上？我抬头对上王聪那不可思议的眼神，将军，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怎么看都是死局，只有杀了皇上，拥立新皇，才有一线生机。王聪后退了一步，我接着说道：将军，本宫已经把皇上给你送出了城，本宫的兄长也已经在路上了，您可没多少时间犹豫了。皇上膝下无子，本宫可以在各位王爷的后嗣中物色一个年龄较小的孩子，立为新帝，本宫便是太后。你除了苏家这个祸害，救了江山社稷，可功过相抵，本宫保你王家富贵荣华。听着这样的条件，王聪有些动容，他犹豫的开口：可不着痕迹的杀了皇上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笑道：听说城东那片最近在闹山匪，将军可知？王聪是个聪明人，一听我这话便连连点头。第二天就传来消息，陈培生那行人晚上被山匪突袭，禁卫军本就不想保护苏家人，山匪一来，本该守在苏家人身边的禁卫军一下就被冲散了。不过苏家人没事，陈培生却被一剑封喉了。王聪将军带人前去救驾，可惜晚了一步，山匪早就一哄而散了。将军看着皇上的尸首，哭得差点晕了过去。苏家人蛊惑圣心，害得皇上弃城而逃，才遭此劫难，其罪当诛。王将军斩下苏家人的首级，以慰皇上在天之灵，还一路护送着皇上的尸首回到了皇城。我痛心疾首，主持了皇上的大丧。至于王将军清理的朝中的毒瘤苏家，又护送了先帝归家，功过相抵。我从萧王爷的后嗣中选了一个10岁的孩子为新帝。萧王爷是个风流之人，喜游山玩水，最主要的是朝堂之中没有他的势力，能让我安心垂帘听政。因为我护城有功，家中又有兵权，众大臣没有什么反对的。当我兄长急匆匆刚回来时，大局已定。他见到我时，我正在教小皇帝写字，与兄长走在长长的回廊上。他说：这2年你在宫中过得好吗？我看着前方笑得不好过，如今也好过了。